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积分游戏。恭喜您成为中阶游戏的玩家，祝您游戏愉快。给我兑换5万元，支付宝到账5万元。积分可以兑换钱甚至任何东西，因此玩家为了赚取积分而不择手段。撞到我了，你得好好补偿人家才行啊！怎么补偿？把你身上的积分都给姐姐我吧！你想杀了我？而我赚取积分，仅仅是为了复活他。不！现在的游戏越来越无聊了。喂，不好了，振宇，咱们班的新班长让你明天必须来上课。去，我旷课1年多，老师都没管我，他凭什么？你这家伙，我知道1年前那件事对你打击很大，够了！为什么活下来的不是你，而害死你的我，又怎么才能活下去？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恭喜您成为中阶游戏的玩家，祝您游戏愉快。啊，中阶游戏，我有下过这个游戏吗？啊！请检查您的现有属性与积分。这是我的属性面板，真就是个战五渣呗。积分可以兑换任何东西，祝您游戏愉快，再见。任何东西？切，别想骗我，有种就把我的积分都兑换成钱啊！积分兑换完毕。我操！这不会都是真的吧？这游戏是真的。如果真的可以兑换任何东西，那么复活死者呢？玩家当前积分为0，复活死者需要1亿点积分。也就是说，只要赚够分，1亿就能复活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不就是区区1亿积分吗？于一，你等着！特殊任务出现，玩家是否接受？为了雨一，我全都接受。这人在干嘛？可能是流浪汉吧。新来的清洁工，以前没见过呢。是不是搞我？有变态呀！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做了几天的任务，居然才100积分。看来我把这游戏想得太简单了。但只要向复活雨衣的目标靠近，这些就都是有意义的。玩家累计完成任务50次，获得幸运抽奖1次，请问是否使用？暂时不需要，存着等10年，说不定容易抽好东西。得想想还有没有其他获取积分的手段呢？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没想到小胖子，你还蛮大胆的嘛。对不起，是误会。光道歉可没用啊，你得好好补偿人家才行啊。怎么补偿？是啊，该怎么补偿姐姐我好呢？让我好好想下，要不就把你身上的积分都给姐姐我吧。积分？难道你……小胖，你撞倒我了，你得好好补偿人家才行啊。怎么补偿？是啊，要不就把你身上的积分都给姐姐我吧。积分？难道你……隔绝领域开启！啊，怎么回事？为什么天空变紫了？小胖子，你在看哪儿啊？我的手！玩家左臂受损严重，暂时失去战斗能力。血里面都带着脂肪，你真是美味呢，小胖子。慢着，你也是中阶游戏玩家吧？跟我不应该一起做任务，好好相处吗？
好好相处。你还真是天真的可爱呀！那我就告诉你好了，猎杀其他玩家夺取积分，才是这个游戏的正确玩法。只有白痴才会老老实实的做任务。怎么会？来吧，被我击败变成积分，和姐姐我融为一体吧。不，我能死在这里！太好了，有人！大哥，帮我报警！有人要杀我！啊！怎么回事？为什么摸不到他？小胖子，省省吧。隔绝领域是重叠在现实次元上的异次元，只有玩家才能进入。现在谁都救不了你。姐姐看上的猎物可是跑不掉的哟。游戏结束。每次看到别人死掉的样子，人家都要受不了了。警告：玩家心脏受损，即将死亡。可恶！我都已经找到复活语音的办法了，我不想就这么死去。对了，要使用幸运抽奖，抽奖系统启动。只能搏一下了。这个是抽奖转盘构建完成，抽奖程序开始。原来是这个中奖率低的要死的抽奖系统啊！我倒要看看你是能抽出福袋，还是1年大会员呢？拜托，就算是治疗药水也行啊！果然如此，看来老天都不想帮你啊！对不起，雨衣，到头来我还是无法。恭喜玩家获得特殊装备。什么？特殊装备？我从没听说过。他的身体正在恢复，我可不会让到手的鸭子给飞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这就是特殊装备的威力吗？好险啊，差点就死了呢。随装备赠送状态恢复1次，左臂受损修复完毕，心脏受损修复完毕，吞噬之刃装备完成。看来老天还不想让我死在这里，准备受死吧，臭娘们儿！游戏结束。警告：玩家心脏受损，即将死亡。可恶！我还没复活语音，我不能就这么死去。要使用幸运抽奖，抽奖系统启动。恭喜玩家获得特殊装备。什么？好险啊，差点就死了呢。看来老天还不想让我死在这里，准备受死吧，臭娘们儿！切，一个才进入游戏的小鬼，这种威力的武器也不是能轻易驾驭的。是不是傻？有装备碾压了，还不够揍飞你这个臭女人吗？揍飞我？你以为这是只靠装备就能战胜对手的电脑游戏吗？就让你体验一下这个游戏的恐怖吧！别小看人，来呀，学法锤！小胖子，你在看哪里呀？再来一击！好可惜，还是碰不到人家呢。可恶！如果这是操作类的游戏，你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放心吧，以你那个等级的力量，挥舞那么大的一把刀，想砍到我是不可能的。倒是看看你自己身上，可是多了不少东西呢。
他是什么时候？我的爪击可以给敌人留下印记，在积累到一定的次数后，你会如同玫瑰一样绽放。这样还不倒下？姐姐都要有点欣赏你的顽强了呢。乖乖去死吧！可恶，全身都痛得动不了了。但是我不能在这里倒下，我要赚够1亿积分复活雨衣，所以我不能在这里倒下啊！系统检测当前玩家精神值与装备同步率达到100%。吞噬之刃升级为吞噬套装，即将可使用特殊技能过载模式。此模式将消耗生命能量，提高各项属性。是否开启？是。指令确认，执行开始。这小胖子每次都跟变魔兽似的，花样还真多呢。什么？怎么会？速度变快了！可恶！臭女人，你在看哪里呢？什么？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哼，我啊，因为你的原因，可是把生命都出卖给我的剑了呀。其实就是卖掉了我的脂肪。全是胡说八道！我马上就让你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不，输的那个只会是你。哼，少给我装逼了，你这臭屌丝！还没发现吗？你已经进入我的领域了，因为我一开始的乱击，剑的能量已经散布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尝了那么多你的招式，是时候让你体会下我的必杀技了。收下我剑的愤怒吧！必杀技，能量喷涌。这，难道我要在阴沟里翻船？小哥，只要你现在停手，我让你玩怎么样？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啊！不好意思，没兴趣。雨衣，等着我，1亿积分，马上就会集齐。谢雨，谢雨，喂，醒醒啊！唉，真是的，说好了要在新游戏里带我装逼带我飞呢，结果现在在干什么呢？算了，我自己先回去了，你继续发呆好了。你太让我失望了。等等我，雨衣。又是这个梦吗？对了，和那个疯女人打完后就晕过去了。怎么又是王博这家伙？不好了，不好了！新班长说，如果你再不来上课，就通知学校把你开除。少给我来这套！替我转告班长，我谢宇就算死外边我也不会。紧急提示：侦测到珠江大学附近即将出现 F 级地下城入口，击杀地下城 BOSS 可获得少量积分与经验奖励。兄弟先不说了，我现在就去学校，等会儿见。他好帅啊！是啊，是啊。怎么今天别人看我的眼神都那么奇？我操，这是我？我怎么会收了那么多？玩家的脂肪已被作为能量，用于开启吞噬之剑的过载模式。原来所谓的燃烧生命能量是这个意思。提示：过载模式开启所需能量巨大，玩家若再次使用生命能量作为攻击，极可能危及性命。看来使用过载模式这个外挂的代价不小，要少用了。衣服这么破，先换件衣服吧。这积分商城果然什么都有，积分还是要省着点用。喂，我们看那边。哇，这个男生好帅啊！啊，这人是谁啊？咱们学校里有这么帅的男生吗？哼，无聊。不过被人称赞还是有点小爽。地下城开启之前，得先好好了解一下这个游戏了。
不然再碰到女变态那种玩家，几条命都不够我死的。显示我的属性栏，咦，虽然等级提升了，但是积分却没增长。按照那个女变态的说法，敌对玩家死亡才能获得对方积分，所以我没有杀死他。还好，我可还没做好杀人的准备呢。把点数全部加力量试试看。那边的同学，能把球扔过来吗？好嘞，接好了。我操，怎么回事？球把篮板砸穿了！有人看到是谁干的吗？那小子好像跑那边去了。我操，怎么回事啊？8点力量值就能做到这种事，太扯了！提示 ：F 级地下城即将开启，请问是否开启自动寻路功能？总算等到了。是，又是这种地方。我怀疑你这个游戏有什么特殊癖好。一切都是为了复活雨衣，拼了！还好，看起来应该没人。为什么会在隔间里？别告诉我地下城入口是马桶，只能进去确认下了。你这变态，好大的胆子！同学，你听我解释啊！我去！我操，这什么啊？之前就听说学校有变态色狼出没，没想到真被我撞见了。那我就给你来个物理阉割吧。那么我该从左边切还是右边切呢？真头疼啊！等一下，事情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废话少说！警告，检测到玩家之间对决，自动开启隔绝领域。你居然也是中街游戏的玩家，太好了，这样就可以随便拆了。这女人是来真的，只能上了。等我打败你，再慢慢和你解释吧。你全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新人的味道，你哪来的自信能打败我？不试试又怎么知道？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是不是比口气还大。这力量好强！提示：地下城已开启，附近玩家即将自动进入。什么？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我不想和这个暴力狂一起刷粉啊！这地下城的传送方式，未免也太粗暴了吧！你这家伙，找死是吧？哇，好神奇！居然是以我们学校为模板的地下城。第一次亲身体验满是怪物的地下城，还真有点紧张呢。原来你是为了攻略地下城才进女厕所的吗？都跟你说了，我不是变态。明明是个菜鸟，却还想一个人攻略地下城，哼，真是不怕死啊！你不也是一个人？少把我和你这种菜鸟相提并论。等级高了不起啊！菜鸟，仔细看那些怪物，怪物的名字颜色代表了危险程度。你现在看到的应该是黄色，也就是超出你能力的怪物。换言之，如果你真的一个人单刷这个副本，你就死定了。而他们在我眼里是代表着毫无危险的白色。好帅！1亿积分，每周5、周6更新，敬请期待。关注追更不迷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会进社。别散，全都给我死！好厉害！小心！我这伤害未免也太低了。你在干什么啊？身体自然反应啊，
可能不希望看到女孩子在我面前受伤吧。我可不会为了这种事感谢你。是家伙，人还不赖嘛。我叫沈云瑶，你叫什么？谢宇。谢宇？那不是那个不来上学的家伙？这么巧吗？看你这么可怜，我就大发慈悲和你组队好了。队长分配，摆明了就是让我打白工。唉，就当是来蹭经验的吧。好啦，接下来你就怀着对本小姐感激涕零的心，安心在后面吃经验吧。但是你要是敢捣乱，小心我连你一起砍。这女人的性格真够恶劣的。升级了，力量给我加满，名字从黄色变成绿色了，也就是说，终于能战斗了。前面就是 BOSS 的老巢了。把 BOSS 安排在阶梯教室里，这狗策划还真会玩。这什么鬼啊，怪恶心的。粘合怪一般会寄生在怪物尸体上汲取养分，没有攻击力。不要浪费时间了，快点进去吧。红怪，而且这也太大只了！别大呼小叫的，乖乖站着别动，本小姐马上就解决给你看。有影瞬闪，结束了。龟木斩，厉害啊，一招秒杀。等战斗结算完成就可以走啦。沈云瑶，小心身后！你在说什么啊？啊？怎么会？沈云瑶，小心身后！他在重生！可恶，动不了了！沈云瑶，还好赶上了。不过这过载模式只开这1秒都有点喘不上气儿了。你没事吧？死不了，但我好像中了麻痹类的毒素，无法行动了。这怪物强的不像是 F 级地下城的怪物啊！我曾听说，高等级的地下城随机性很强，经常出现意料之外的强大怪物，但没想到这里居然也有。我们运气太差了。这时候思考运气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还不如思考如何打倒眼前这家伙。别开玩笑了，现在除了逃跑没有其他办法，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带着没法动的你，根本跑不过这大家伙。不就是越级挑战首领啊，又不是没试过。看我的吧，先引开他吧。小老弟，你爷爷我在这儿呢！这么大的体型是怎么跑那么快的？我靠，急了！这毒性攻击可够密集的。小心身后！感觉5脏6腑都移位了，又来了！才不会给你吃掉啊！这果然和动动手指的游戏差太多了。脑子觉得我行，身体不觉得啊！可恶，又是毒液攻击！难道真的就到此为止了吗？等等，还是毒液攻击，那么接下来，我似乎找到规律了。小心，你已经无法抵御任何攻击了。放心吧，他已经无法再碰到我了。躲开了。果然如此。那么接下来还是想吃掉我吗？现在换我了！造成伤害了。只要能打得动，蹭刀我都蹭死你！
嘿，连招打完了，现在轮到我了，去死吧！嘿嘿。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以你的等级，根本不可能跟上他的速度啊！这有什么难的？这个首领虽然攻击力很强，但攻击方式就那么几种，速度虽然很快，但只要用心就能发现他攻击的规律，躲起来轻而易举。这游戏的狗策划懒成这样，还能难倒我雨神？来吧，你现在就是个大型木桩！我闪，我躲，我斩！妈的，累死老子了！不过，终于快结束了。什么啊，这是？不是吧？好不容易磨到这个血量，居然还有暴走模式！让我遇到这个游戏的狗策划，我一定要弄死他！连攻击方式都变了吗？可恶！攻击力上升后，连格挡都掉血了。以我的经验，就算怪物狂暴也是有攻击规律的，但我的血量已经不容许我进行试错了。糟了，那个方向是沈云瑶！我真是太蠢了，以为是 F 级地下城，没有购买任何药物就跑了进来。现在自己要死，还害得那个变态也……你和他长得有点像，我没办法再看到像你们这样的女孩死在我面前了。谢宇，不过我也不是白送，我在赌一件事。检测到玩家心率异常，自动激活过载模式。看来赌对了。自动吞噬损失中的生命灵源。过载28%，过载进度提升中，过载80%。谢宇，过载120%。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刀9999啊！怎么可能？还不赖嘛！相约地下城隐藏首领暴走失恶，奖励已分配至队长。地下城将在30秒后关闭。谢宇，谢宇！啊！谢宇，你醒了吗？雨姨，雨姨，太好了，我终于再次见到你了！你这家伙，去死吧！你这个变态色狼，我当时就该把你留在地下城等死。不好意思啊，我眼花了。诶，我还活着。差点死了。但这次过载模式开启的感觉似乎有些不同。咦，居然还学会了新技能！另外，过载模式的技能描述也产生了变化。你一个人在那里嘀嘀咕咕什么呢？没有没有。对了，我们现在是在哪儿？酒店，钱我替你出了。地下城首领奖励一共300积分和1块10个晶元，积分全部拿来救你了，晶元归我，没意见吧？没意见。还有我的衣服呢？难道是你？不是我还能是谁？要不是看你快死了，我可没兴趣脱你衣服。那我的衣服呢？全是血，丢掉了。那可是我花了积分买的。少啰嗦！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刀的威力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我也不太清楚。当时我感觉自己快死了，然后一道光闪过，接着我就没意识了。撒谎的样子可真够蹩脚的。我们本来也只是合作关系，不想说可以不说。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一件很在意的事情。你刚玩这游戏的时候，有没有被玩家猎杀过？你被人猎杀过？有一次，不过被我反杀了。赶紧打开你的游戏界面。这是城市地图？是游戏地图，我就知道你还没有关掉。这种功能不是很正常吗？如果可以通过地图查找任务点或者地下城入口，还蛮方便的。笨蛋，我要被你害死了！这地图已经把你位置给泄露了。我操！你的位置坐标一直是可查看状态，只怕早就被不少老玩家盯上了。哈哈哈哈！新人应该就在这附近了。不过这么多栋楼，看来还得花点功夫。等着我哦，新人！等等我，哥哥，真的是这边吗？放心吧，硬币会指明我们的方向。可是哥哥，我们已经迷路很久了。是正面，目标已经不远了。好的，哥哥，我会努力的。捕猎完毕，干掉这些新人可比地下城杀怪物有趣多了。哦，又发现了一枚新人，太棒了！那看到没？9点钟方向的狙击手，跟我一样的8级老玩家。这个区出了名的新人终结者。啊，位置消失了，看来新人有所察觉了。其他地方肯定也有猎手在埋伏，麻烦了。他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猎杀新手？新人刚接触这个游戏，大多都只会做任务，身上带着不少积分。一旦死亡，身上的积分和所持物品全部都会掉落。这只是其中一个情况，而有些人则是单纯的享受虐杀。虐杀吗？真够恶劣的。所以我要走了，我可不想因为你被那群猎人盯上。虽然你救过我，但我也救了你，咱们2清了。祝你好运。慢着，你还想干嘛？我可不要跟你一起死。你现在离开也有风险吧？我有个主意，不仅可以安全脱困，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有兴趣吗？消失了，看来关掉位置可见了。哥哥，要不就算了吧。有我在，怕什么？运气好的话，杀掉他得到的积分或许就够了。再找一下，说不定就能找到了。好像找到了2个，你那边怎么样？狙击手还在那里搜索目标。非常好，那让我们开始吧。喂，你们是不是在找我啊？找到了，妹妹，战斗状态。我会努力的。哼，出现了，看来今晚没白等。沈云瑶，怎么样了？我他妈要撑不住了！对面楼上狙击手已经就位了，只要你在窗口一露头就会被打中，可要小心点。你那边什么情况？听你好像跑得挺累的。你觉得自己掉了？因为我万万没想到，这游戏有这么变态的技能啊！抱歉，能不能请你把积分交出来？就是现在！露面了！再见了，新人！妹妹，狗咬狗计划成功。你没事吧？我还好，对面楼上还有其他人。同伙吗？看来是某个工会利用新人作饵，想猎杀我们，我们中计了。哥哥现在追上去，可能会被对面的狙击手锁定。那就先干掉他们。狙击手就在对面的楼顶吗？伤害不够吗？没道理啊！啊，这是伤害我妹妹的人，不可原谅。
我准备好了，哥哥，组合技，跳跃闪击。嘿，打得够热闹的。好不容易转移了火力，现在还想捞好处吗？算了吧，既然出来了，就别再往火坑里跳了。对了，有个问题我一直都没确认过，在这个游戏里死亡的话，会发生……按理说时间过了那么久，我们应该已经脱离隔绝领域了。有埋伏。上面。小姑娘不错嘛，警觉性挺高。居然一点都没察觉到他。新人小子，就让我来告诉你，在这个游戏中，死亡会有什么后果。加了那么多戏，最后还是免不了要正面杠。原以为只有一只猎物，想不到还有一只看起来实力不错的赠品。你伤刚好，我来试试他。你一个人没问题吗？这个嘛，只能打了才知道。沈云瑶，你没事吧？力道还不错，不过跟我比起来，可就差远了。从力量上判断，他的等级应该高不了我多少。如果你还能打出地下城那一刀，那眼前这家伙绝对不是对手。再用那招，怕是他没死，我就先死了。还有闲工夫聊天儿，我还真是被小瞧了。你不会真的觉得靠你一个人就能战胜我吧？糟了，他的目标是……抱歉，你今天要死在这儿了，而你的积分会让我继续拥有满分的人生。谢宇。哦，该抱歉的是我，毕竟我可没打算现在就死。光是接这一脚，都让我感觉全身的伤口都在疼。少看扁人了，空卷残云。滚开！我爆了，十字绞杀！什么？云瑶，我没事，技能互相抵消还能伤到我，好强！不得不承认，你们有点实力。怎么，想投降认输？现在还来得及。我不是个爱冒险的人，但现在这件事有了风险，所以我想跟你做个买卖。买卖？想把认输叫的好听点也行。你把积分全部交出来，我就放你走。不，我说的买卖可比这好多了。你只要站在那里不动，新人我来拿下，积分你6我4。什么？除此之外，我还引荐你加入血月公会。目前排名前10的大公会吗？这个条件倒是挺诱人的呢。哎，那什么，你不会真打算卖了我吧？卖了你，我那300积分不就白花了？而且我对那种会猎杀新人的公会，真是半点兴趣都没有。哇，真是被吓死了。但目前最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要如何才能打败眼前的敌人？比起这家伙的武力值，他谨慎的心思也一样可怕。你小心了，这家伙可不简单。知道。小妹妹可要想清楚，在这个游戏里，只要死了，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就全部消失了。闭嘴吧你！这丝线是什么时候布上的？刚刚明明还没有啊！小妹妹，我给过你机会了，真当我不存在吗？你没事吧？我没事，不过他们还有一个人。完美的登场时机，影杀！少费口舌，杀！居然还有一个！整个巷道布满了丝线，撤退路线被彻底封锁了。2打2，我
场基本没胜算，只能想办法先解决其中一个。要小心那个兜帽男，还不清楚对方是什么类型的玩家。看到你们从希望到绝望的神情，这感觉真是好极了。别磨蹭，杀！好吧，那我只能使出这一招了，必杀技，撕裂切割。可以杀被击决胜负吗？不对，他真正的目的是把我推到背后的丝线上。谢雨，来了！影夫，身体动不了了。还是得靠自己。用完这招，可就真的弹尽粮绝了。必杀技，炎锯。你拖大了。确实是，小瞧了他。不过，看他的样子，不管是血量还是能量，都应该已经见底了吧？我已经废人一个了。如果你手上也没有底牌了的话，只能等死了。怎么办？已经不能再消耗身体，使出地下城那样的一击了。可是不消耗身体的话，我的攻击一点威力都没有。等等，不能消耗身体的话，云瑶，借我一样东西。啊！迄今为止，我一直都是找那些等级上比我差上一截的敌人。这样的战斗，我有接近100%的胜算。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会留个后手。你想的没错，刚刚说跟你合作，的确是骗你的。只要你一同意，影杀就会趁你没有防备的站在旁边的时候，从背后解决你。不得不说，新人玩家里，你们相当优秀，操作和意识都是一流。但你们还是要死在我手上，因为今天的我也是完美的100%。100%？从来没有完美的人生，更没有什么100%。人生也好，游戏也好，只要有1%的希望，就能逆转胜利，这才是最有趣的。而虐菜唯一能证明的，就是你只比菜鸡强一点儿。什么都没经历过的家伙，还在这里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从前我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但是上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这一次，我的人生必须是100%。如果别人的人生都是100分的话，老爷，我考了80分，嘿，我可是90哦。那么我的人生就是50分。小时候因为车祸遗留的痼疾，我的双腿变得失去知觉，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人生。可是即便如此，都这样了，读书还有什么用？我还是无法得到这个世界公平的对待。你这种情况，只怕没办法胜任我们的工作。你这种废人，再努力又有什么用？你这腿只怕没办法。你是个残废，废人。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不公平，我靠着自己的算计，还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我用50分的身体做到了90分的人生，可是人生仍旧有10分遗憾。直到那个游戏的出现。恭喜你获得参与中间游戏的资格，请问是否参加中间游戏？让我的人生补全到了100分。这一次，我不会让我的人生再有1分缺憾。赌一把了，吞噬之刃，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就给我激活吧！吞噬 F 级能量核心，扩展模式激活，吞噬变形激活。这是地下城那时候的反应，这家伙果然。吞噬状态这种不稳定等级状态，必须要控制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不对劲，红星，停下！我不容许任何人
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小伎俩就用100%的力量碾压至死。我的剑不行又变帅，让我用事实告诉你吧，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100%。我死！那家伙没事吧？新人如此力量，无法理解。是我赢了，是吗？怎么可能？我绝不会失败！我100%的人生！曾经的我也是这么谨小慎微，最后却伤害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但这个游戏给了我第2次机会，所以今后只要有1%的机会，我就会赌上自己的全部。空行败了。行啊，你小子，伤才好没多久就能使出这种力量，身体不错嘛。嘘，别碰我，那个刺客还在，我得再撑一会儿。只用了1刀，就把空行挫骨扬灰了。这家伙只是个新人，怎么做到的？他看起来像是强弩之末了，我要出手了。躲在一边的藏头老鼠，还要打吗？无畏冒险。楼房恢复了，领域解除了。看来那家伙是离开了。终于结束了，多亏大师哥留下的那块能量源。消灭游戏玩家，获取玩家所属物资和积分。哇，开战利品了！我操，这么小的箱子居然爆出这么多东西！这下发达了，这种装备怎么看都是很值钱的呀！喂，刚刚杀死那个玩家的积分，除了应该分我一半，你还要10倍还我能量源价值的积分或者装备。什么？我打生打死，结果你要分走那么多？要不是我，你早死了！赶紧把东西都拿出来！而且你当时说的是借，那利息多少，当然是我说了算。提示：是否向玩家沈云瑶支付1700积分？这就对了。这算成钱，可就是170万啊！话说起来，如果积分什么都能买，那属性点数也能购买吗？当然可以，但是以你目前的等级，1000积分才能购买1点儿，而且越买越贵，性价比太低。这个游戏自由度太高了，需要不少时间去摸索玩法。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开辟出你自己的道路。好啦，东西都分好啦。哎，太好了，让我看看都有什么稀有装备。你看好哦，这边是我的，然后这边全都是你的，千万别拿错了。开什么玩笑？凭什么旧的破的都在我这边？还有这卷卫生纸是什么鬼？别再给我大呼小叫的，我没全拿走都算便宜你了，账还没结完呢，剩下的以后再算。这女人也太可怕了。之前谁说不要跑还能捞一笔的，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不过看在最后是你干掉了对手的份上，另外再送你个好东西，你就带着对我感恩的心回家去吧。这什么鬼东西啊？归西药水，使用后30分钟内，心跳、呼吸无法被察觉，所有属性降低90%。这什么鬼药水？喝完躺下等死吗？哎，人呢？怎么说走就走了？联系方式都不留一个？老子打生打死，结果只留下这么一堆破玩意儿给我收场，这什么鬼东西？
老子在地下城捡个石头都比这强。玩了这么多年游戏，都没这么憋屈过。系统提示：玩家已获得稀有道具——基妥善落入物品栏。我操！终于是有点好事了，看起来是个蛋。先收起来回家再试试。如果能孵出什么稀有罕见的东西，那这波也不算亏了。嘿嘿。好好睡了一觉，总算是缓过来了。该处理一下战果了。系统调出状态栏，打败空行得到了3400积分，被沈云瑶分走了一半。连番的越级战斗也让等级连升了3级。不过这种在死亡线上反复横跳的战斗，以后还是能免则免吧。系统调出物品栏，一大堆垃圾武器，都卖了吧。咦，绿装，稍微好一点的装备可以用来分解。防具栏怎么？难道说拖到上面试试看？已检测到可吞噬武器，吞噬中。什么？吞噬成功。防具的套装居然诞生出这种逆天技能，赶紧把剩下的装备都喂掉。检测到可吞噬装备，吞噬成功。我操！只要是带有附加属性的装备，我的吞噬套装都能吃掉，并化为我自己的属性点，这也太逆天了！看来得想办法搞得更多这种带有附加属性的垃圾装备。已有新任务发布，是否查看？来得正好。任务提示：前往学校进行日常学习，每日签到积分加10，全勤额外获得积分加400，等级加1，进度0-68。这坑爹的游戏策划！没想到到头来，我还是要回到学校。这个身影，这个傻逼样，错不了了。王婆，居然碰到你小子了！你哪位？连我都认不出？这家伙叫王博，玩游戏认识的，是我目前唯一的好友。也是，这不怪你，谁叫哥我已经变得这么玉树临风。这个装逼的声音，难道说谢宇是你这孙子？你这大嗓门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你上次说要回学校，结果也没看到你，打你电话也不接。那天突然有急事儿，但总之，你愿意重新回来，我是真的很高兴。话说，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瘦了？你少吃肉，多吃菜不就瘦下来了吗？那你现在吃的是啥？这歌声，你之前一直没来不知道，这可是目前我们学校最火的歌手，不止学生，连老师都被征服了。确实很棒，但这声音为什么听起来那么耳熟？想不想知道这人是谁？你认识？报告班长，你日思夜想的谢宇同学，我给你带过来了。班长，这位就是谢宇同学吗？怎么回事？这不是沈云瑶吗？欢迎回学校哦，谢宇同学。可是这个打扮，这温柔的样子，还有这……好吧，这个确实是他。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人我带到了，班长，你可答应要帮我抹掉旷课记录的，别忘了啊！你他妈阴我！想见你一面还挺难啊，谢宇同学。原来你就是那个新班长啊！要是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上课了，哈哈。怎么，想躲我？不敢不敢，可不就躲你吗？每次遇到你这娘们儿就没好事儿。上次空行的那些装备我卖了，这是你那份。积分提示：已获得来自玩家沈云瑶的5000积分。5000积分，有了这些积分，我就可以回收到更多低级装备了。这家伙，看来真是冤枉他了。干嘛这样看着我？你别误会啊，这些积分本来就是要分给你的。
抱歉，昨天太兴奋，所以把好东西全都搜刮走了，这让我怎么说得出口嘛？对了，你是在哪里卖掉那些装备的？是有个交易市场之类的吗？我找了个熟人卖的，不过确实有交易市场，等我有时间带你去。沈云瑶那种回收高级装备的人，一般不会有我想要的东西，看来还是要跑一趟。对了，你看到这个新闻没有？这是？没错，这就是你昨天干掉的空行。可为什么警察说他是自杀？游戏里的死亡会导致现实里同步的死亡，但是死亡方式千奇百怪，大多是自杀或者意外，完全不会引起外界怀疑。其实我第一次被玩家追杀以后，就思考过这件事。这个游戏的奖励太优厚了，以生命为代价，完全合理。但我不想主动伤害别人，我想以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战斗，那是我作为玩家的尊严。不过，如果有人把我作为目标，那我必定加倍奉还。你还挺乐观的嘛。之后有兴趣继续和我组队吗？这个容我暂时拒绝。我喜欢玩游戏，我知道被高级别玩家带着玩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但轻松是有代价的。当你连游戏地图都记不住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已经停止思考了。而在这个以生命为代价的游戏里，停止思考就意味着死。距离周六交易市场开启还有4天，要抓紧多做些任务，多赚些积分。任务提示：前往1级地下城，鬼影医院并通关，积分加600，经验值加5500。1级地下城吗？来得好！等着我，雨衣，我一定会复活你。看来地下城入口已经打开了，不知道这次会是什么主题的地下城。不会是恐怖主题吧？不知道积分商城有没有封印我这张开光嘴的道具？尸还没有行动，背后的门也被挡住了，而旁边却有2个通道，一条陷阱，一条正确通道，还是2条通道都有关键道具？那不管进哪个都一样，这就想吓到我？狗策划不行吗？我操！冷静，这种首先登场的怪物一般都不强，正适合升级后练手。这些1级地下城怪物比和沈云瑶一起刷的那个 F 级地下城的怪弱多了。难道这个游戏的地下城怪物是根据进入玩家的等级自动调整的？如果怪物强度刚好，我就可以放心的练习战斗技巧了。我不能过度依赖过载模式，那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能力，谁知道会留下什么隐患？身体逐渐适应了。是谁？这个身影怎么那么像雨衣？别跑，给我站住！站！我在干什么？那怎么可能会是雨衣呢？他已经不在了，而且也绝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雨衣，从记事起，谢雨，我好像就认识林雨衣，我们2个从小一起长大。长大后，早上好呀。她越来越漂亮，在别人眼里，雨衣就是一位品学兼优的乖乖女。小雨注意右边，左边的2只丧尸交给我。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做最好的朋友，但是真不知道雨衣你为什么要和这种又胖又丑还只知道玩游戏的人做朋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于是渐渐的，连我都觉得自己配不上成为他的朋友。谢雨，那什么，我今天约了人一起下副本，我们改天再一块玩吧。好，那我等你下次有空。可是，下次再也没有到来。可恶！不对，现在可不是伤感的时候。只要不断变强，获取积分，我一定能再见到他的。到时再兑现那个下次。没想到居然歪打正着了。骷髅手上的应该就是关键道具了。不过这些床上的怪物，
按照惯例，这一看就是在我拿到道具后会触发的陷阱吧？这种小把戏也想难倒我？老子才不会把你们留到等下阴我，先下手为强！系统提示：无法攻击。啊，还有这种限制？对了，无法攻击就治不了你了吗？天真！大功告成，那这个我就不客气了。可以了，可以了，不用吼了。吼了你也起不来。关键物品已经到手，看你们这么痛苦的份上，顺便帮你们解脱吧。哈哈，这经验刷得爽！恭喜，获得新称号。咦，这游戏居然还有称号系统？你好骚啊！还会玩梗，有点东西啊。在地下城里还是不装备了，跟顶了个嘲讽似的。啊，不知道那家伙现在在干什么呢？想他干嘛？居然敢拒绝我的邀请，死了才好呢！去死吧！逐渐开始习惯战斗了。血晶石，看来这应该是第2个关键物品了。很好，接着就赶紧找出首领通关吧。又是那个身影，3番4次变成雨姨的样子，找死吗？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变成那个样子？滚开！可恶，偏偏这个时候闹出这么多，那就一起解决好了。哎！我操，这下面还有一层！这地下城真是意外的大，这里也有一个入口。那个幻影果然是在引导我们，我倒要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在医院地下城里冒出来个山洞，而且这只怪物和外面那些不同，有些诡异。来了，先试试对方深浅，攻击无效。什么？打又打不到，被摸一下半管血。可恶，先撤再说。黄泉之间，难道那些怪物会攻击我，是因为我不是死人？可是为什么要在地下城里安排一个只有死人才能进入的房间？而且死人怎么可能长脚走路？等等，之前我拿到的那个东西，或许会有用。如果猜错了，进去可能就被秒了。赌一把！我靠，这要人太得劲了，一点力气没有不说，感觉快挂了啊！难道上了年纪以后就是这种感觉吗？走一步都好像要耗掉半条命。我来了，这样可千万得见效啊！你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太好了，怪物都散开了。果然，我现在心跳都基本停止了。这些怪物不再盯上我，总算是走过来了。耽误了那么多时间，那个冒牌货可别走远了。泉水，结果老子辛辛苦苦跑进来，冒充雨衣的家伙也跑了，还什么奖励都没有，只有一口泉水。不过这种感觉好温暖，血量也恢复了。这是生命之泉，死亡的尽头即是新生吗？很好，顺便把归西药水的效果也除去了吧。反正前面就是出口，应该碰不到那些怪物了。谢雨，谢雨，你在看哪里呢？这个声音，雨姨，
真的是你吗？雨姨，谢雨，我可是等你很久了。雨姨，你怎么会？别碰我！谢雨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害死我？怎么了？连回答都要拒绝吗？如果那天你没有因为逃避而拒绝我的邀请，和我一起回去，我是否就不会被车撞到路边，在绝望和痛苦的30分钟后才迎来死亡呢？杀了我的是你，谢雨。网上说这家店的蛋糕超棒，放学陪我去啊。谢雨，怎么看上去不开心的样子？让我一次又一次去游戏厅放松下，怎么样？明明我们自小就是好总算让我逮到你了，这可是我次你不去也得去。没错，那天如果不是我，你根本不会死。连医生都说，如果送医及时，绝对能够挽救。你的这份罪过，我可不会原谅你哦。用你的灵魂偿还吧。我对不起，雨姨。过去的我，连直面你的勇气都没有。如果那时的我能再坚强一点，但是世上是没有如果的，我也不再需要如果了，因为我得到了能够让我在真实的世界里再次见到你的机会。把灵魂交给你，或许能够解脱，但那也不过是一种逃避。而这次，我不会再逃避了，我会不断变强，不断获取积分，直到见到你的那一天。我的这份罪孽，就由我亲手偿还，好吗？好啊。隐藏任务完成。隐藏任务，所以刚才那个是地下城的一部分。够策划，又设计这种恶心人的桥段，把眼泪还给我！这泉水在发光，难道还有物品奖励？失落的女神像。从这个道具的入手难度来看，作用应该不小。从这边出去吧，我可不想再看到那些阿飘。从地图来看，整个地下城都探索完了，那么接下来要去的就是，没错，就是这个古怪的大门了。按照我的设想，只要把2条通道里面获得的道具放到对应的位置，应该就能触发首领。果然，动起来了。系统提示：1级地下城首领出现。这威压感，看来又是一场苦战。我信仰之人呐！这只会说话？你亦是来讨伐我的吗？不然呢？除了讨伐，我还有其他。对了，所谓骑士，都是原本具有信仰之人。那或许这个东西，试试看吧。此物正是我的失落之物，可怜的迷途之人呐！你归还了我的信仰。我操！东西都给你了，还要打吗？我亦为你指救前方的道路。咱能不能别说话大喘气儿？系统提示：1级地下城首领已消灭，成功发现隐藏地下城首领。隐藏首领，原来前面的隐藏任务都是为了这个隐藏首领做的铺垫。原来如此，从我进入地下城那一刻起，故意制造雨姨灵魂假象，一步步引诱我走到这里。不管你有什么意图，也不管你是什么隐藏首领，竟敢一次次的利用雨姨玩弄我，你死定了！出来吧，躲在背后的家伙！可恶！我要冷静，这不是真的雨姨，
只是为了激怒我的把戏而已。警告！隐藏地下城首领出现。飞行类敌人吗？对于无法远程攻击的我来说，很棘手。先试探看看吧。过载模式启动。来！滚开！可恶！这种远程法师，我根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该怎么接近他？又是个弱小的挑战者，无趣。是不是觉得自己发现隐藏关卡很幸运？只要战胜首领，就能获得更多的奖励。但你不过是又一个因为我无聊而故意吸引来的悲哀灵魂。拥有意识的首领吗？我没猜错，我是被这家伙引过来的。可怜的人类呀！在得到你的灵魂之前，就让我好好折磨一番吧。攻击不是朝我来的，怎么会？他居然还能操控亡灵军团，这下要想接近他就更难了。只能上了，不能把过多精力浪费在喽啰身上。呀！什么？这个傀儡居然能挡住我在过载模式下的攻击，而且他的那个装备，难道说他曾经是玩家？他们的灵魂被首领禁锢在了这里。用过载模式和他们打消耗，就是找死！拼一下！过载模式10%发动，能量喷涌！哈，一击就摧毁了我的亡灵吗？可是我寄宿在镰刀上的灵魂还有不少呢。我的能量和身体状况只允许我再使出一次刚才那样威力的技能，但拿来对付喽啰的话，我就无法战胜首领了。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不行，我要冷静。要是被沈云瑶看到我这个样子，可要笑死我了。而且还有等着我的雨衣，我怎么能输？反正都是要死，那就试试看吧。上吧，我的奴隶们！强行过载10%，是那个方向吗？能量喷涌！在我的灵魂到达地面前，就想将其遗体摧毁吗？值得称赞。只是，似乎不用我出手，你也已经快到极限了呢。挣扎够了吧？不如乖乖受死怎么样？看在你多少给我带来一些乐子的份上，我会利落点儿。谁说我输定了？好戏才刚刚开始。吞噬之刃，吞噬模式开启！痛玩迷失的亡魂们啊！什么？成为我的力量吧！灵魂吞噬！检测到巨大能量源。果然，灵魂也属于生命能量的一种。能量已超出可承受上限，将自动转变复合形态。我听到了，也感受到了，被你折磨的灵魂所发出的悲鸣，在祈求我将你讨伐。吞噬之刃发生了变化，新的武器技能涌进我的意识里，这感觉就像当初学会能量喷涌一样。身体现在也充满了力量，5%的过载模式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这灵魂力量真是太棒了！啊！居然拥有这种力量！灵能震击！什么？竟然有这样的速度！呀！灵魂突刺！奏效了吗？居然有人
能对我造成如此伤害，那就让你看看我真实的模样吧。我的囚奴们，化作我的力量吧！什么？样子也变了，连血量也恢复了，好快！真绞杀！可恶，变身后速度和力量都大大提升了。你的灵魂是我的了，安息吧。这个正面攻击躲不开了，我要完蛋了吗？可是为什么我却在笑呢？是啊，因为我是个玩家啊。对一个玩家来说，有什么是比身处绝境，在瞬间逆转更让人血脉喷张的呢？你觉得是你固定住了我吗？可现在你也无法移动，不是吗？去吧，巨能贯穿，给我破啊！什么？我赢了！果然，从你踏进地下城那一刻，我就预感到，是你的话，说不定能为我的灵魂带来真正的解脱呢。成功击败隐藏地下城首领，战利品将自动保存至物品栏。哇，终于结束了，真是好险啊！御医，果然只是游戏的幻象吗？不过能够这样子再次见到他，也算满足了。下次再见，就是我复活你的时候。系统，调出我的状态栏。哈，连升2级到8级了，积分也加1000，收获还不错嘛。道具的话，紫色名称的道具，这个魂石也是能源吧？这样以后也能用到过载模式上了。太好了，只要收集到足够多的能源道具，配合过载模式，我现在也有不俗的实力。我的手，这是什么？什么时候有这么多伤痕？怎么回事？身体也有不少，难道说是吞噬之刃的反噬？可恶，早就应该想到，这么强的过载模式怎么会轻易就能使用？以后不能再多依赖过载模式了。不过不依赖过载模式战斗的话，靠吞噬之刃吞噬武器提高属性点这个技能，也能大大提高我的战斗力。明天就去找云瑶，带我去上次提到的交易市场吧。给我等着，我马上找来更多的武器，让你吞个够。云瑶班长，下课后要来参加我们的跆拳道协会吗？可以强身健体哦。这个嘛……白痴，怎么能让班长参加那么危险的活动？当然是来我们篮球队的啦啦队最好不过了。你说什么？喂，两位同学，你们就别争了。班长可是已经答应我今晚帮我补习落下的功课了。这家伙，你是谢宇？谢宇，你终于来上课了。你小子可是变了不少嘛。可是你这小子这么久不来上课，一来就约班长，太鸡贼了。谁叫我功课落下那么多了呢？班长可不能看着我拖我们班后腿，对吧？好啦，快上课了，大家都回座位吧。云瑶班长，不建议我坐在你旁边吧？离我远点！哎呀，我这不是替你解围吗？再说这次我可是有重要事情拜托你了。什么事？上次拒绝了我，这次可别想求我和你组队刷地下城。现在知道一个人多势力了吧？你的手这是昨天攻略地下城受的伤吗？小事而已，说来话长，你不用紧张了。才没有，谁会紧张了？说正事吧，上次你说的交易市场，我给300积分作为酬劳，你今晚带我去好不好？刚好我也要去，那就500积分，不用谢。好哦，就知道你会这样。收到新的日常任务。什么啊？又是烦人的日常任务，积分还少，我都不想接了。
蛋！别怪我不提醒你，如果耽误太多，任务没完成，系统可是会进行处罚的。什么？可是这任务……这个问题有同学解答出来了吗？别说提问到我，老师能不能看到我都是个问题啊！你就自求多福吧。哼，天真，我还有秘密武器。真好奇哟，你好骚啊！老师来猜。那个生面孔的同学，好像特别有精神呢。就你来回答吧。什么？这称号能力也太强了。不过这问题说的是什么？只能用积分兑换答案了。系统提示：兑换答案将会支付20积分，是否同意？同意。答案一下子就涌进脑海里了，充满知识的感觉真好啊！答案是1.2米，完全正确。这么快便算出准确答案，这位同学真不错哈。这个称号，真不愧是你啊！过奖，净赚30积分，还行。报告会长，空行，战死，新人不可思议。哦，猎杀新人却被反杀了吗？这把剑原来如此，想必其他工会也要有所行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甲组1队？我明白了，会长，这种事情就放心交给我吧，给我1天时间，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我都会带到你面前。都快12点了，说好的坐地铁去交易市场，现在还没来。女人呢？喂，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呢？该不会是在说我坏话吧？不，怎么敢呢？我说，你怎么和白天的穿衣风格区别那么大？当然是为了尽量不被其他玩家认出来。我还是一眼能认出你好吗？乘客请注意，本班次列车为本站末班车，请您准备上车。你看，因为你迟到，差点末班车都赶不上了。少啰嗦，我们要坐的就是末班车。我们等下要到哪个站啊？别急，很快你就知道了。灯光怎么都灭了？故障吗？别大惊小怪的，你看下窗外。窗外有什么好看的？这是……天啊，这是哪里啊？从我们踏进末班车车门那一刻起，我们已经进入地下城了。这里是地下城？可是地下城不都是刷怪的吗？这里曾经是一个超级地下城，不过后来被金蝉工会征服，并改造成了交易市场，而他们也靠这个交易市场成为与狮心、灰雾、血月并称的4大工会之一。之前我们干掉的空行可能是血月工会的人，所以我们最近行事要小心一点。原来如此，这个游戏还有很多出乎我意料的地方啊！车站即将关闭，请您尽快出站。金蝉工会规矩规定，玩家不能隐匿伪装。强制换上装备了？这里就是交易中心吗？这地方真是太棒了！你刚才还说要小心，我们这么大摇大摆走在外面没问题吗？金蝉工会规定，交易市场不得发生私斗。不过你说的对，还是走小道吧，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有小道？喂，小妹妹，给我站住！啊，这么快就给打脸了？别紧张，盯上的可不是我们。是。小妹妹，第一次来吗？我们兄弟俩对这里可熟悉了，带你逛一下。我不需要，你们放开我！来嘛，小妹妹，请放开我！那个小女孩是？你认识？打空行那次我见过她。可恶，这些混蛋，人多欺人少就不说了，还对一个小女孩出手。笨蛋，别冲动！既然曾经是敌人，何必多管闲事呢？那是两码事。我玩游戏最瞧不起欺负新人的家伙。那你乖乖在这里看着。救命啊！咪咪，发现求救信号，执法模式启动。
闹事者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等候制裁。咚铃咚咚。靠！本来可以轻松带走这只小绵羊，是谁触动了报警系统？在这里遇到危险，只要大声呼喊，就会触动金蝉工会的警报系统。垃圾桶机器人，真帅啊！哔哔，检测到违法者尚未停止违法行为。区区机器人，敢让我兄弟王洛！对我们血月工会的暴走兄弟出手，可笑！小妹妹，别挣扎了，哥哥我可没多少耐心，还是得管。你这人怎么回事？让你看着就看着。是谁敢在金蝉工会地盘上撒野？竟敢在这里闹事，还打坏我心爱的机器人！这是金蝉工会的人？交易市场是金蝉工会的摇钱树，敢坏这里的规矩，死路一条。哼，让我们久违的大闹一场吧，小金刚！机器人救援，场地损伤，哼哼，害我金蝉工会治安管理员小丸子的个人出场费，罚款一共合计3000积分。哼，积分没有，气倒是有一把，小心！啊，这个笨蛋！哼，敢跟本小姐耍心机！看来是我多管闲事了。哇哦，这位小哥哥，刚刚真是勇敢呢。不过，毁坏交易都市地面，给你打个8折，算100积分吧。什么？这都要罚款？小妹妹，你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们。阿伟，你别死啊！可恶！你们金蝉工会竟敢招惹血月工会，我们绝不会！什么垃圾！也敢自称血月工会的人，该杀！看来是正主来了。我们现在在金蝉工会的地盘，应该不要紧吧？鬼面，你杀了他，这3000积分可得替他赔哟。不好意思，我对小屁孩不感兴趣。啊？通行是死在你们手上的吗？我杀的，跟他没关系。别逗了，没有我，你一个人能干掉他？嘿嘿嘿嘿，还挺有气概的嘛。放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喂，鬼面，你似乎没把我放在眼内呀。哟，原来是金蝉工会的小丸子嘛！我为刚刚的鲁莽行为道歉，那2个冒牌货的损失我会全部承担。相对的，我请求金蝉为我们开启命运赌场。啊？你确定吗？命运赌场？这可是用双方所有积分和性命做赌注的赌博游戏。什么？嘿嘿，怎么了，小鬼？怕了吗？没想到血月这次为了我们会如此大动干戈。有赢的可能，我有什么拒绝的道理？挑战我接下了。嘿嘿嘿嘿嘿，不愧是杀死空行的人，有胆识。空行的那枚蛋在你身上吧，臭小子！那就半小时后命运赌场见。不要想着逃走，否则只会死得更惨。那颗蛋。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救援也是要收费的哦。我叫秦武，但我没有积分可以付给你。啊？一个玩家怎么会没有积分？对不起，其实我来这里就是想兑换一点积分，救我哥哥。你哥哥就是上次和你一起袭击我的人吗？他怎么了？上次跟哥哥一起去猎杀你们的时候，他把所有积分都用来帮我恢复伤势，可是他自己也受伤了。这有点菜啊。要不是因为我，哥哥也不会受伤，所以我就瞒着他来了这里。看你那么可怜，我可以算你便宜点，
并且高价收购你手上的东西，扣掉费用后给你。啊，真的吗？那请麻烦看一下我的装备道具。啊，就这些吗？不怎么值钱呢。啊，可是这已经是我的全部了。你这些东西加起来折算兑换还不到500积分。才500积分？你这个奸商不会是看他是新人坑他吧？你说什么？我们金蝉工会从来都是诚信为本。不过呢，这位小妹妹要是真想要积分，倒也不是没有其他办法。什么办法？哼，恰好他们这边战斗力有些不匹配，不如你加入他们，一起参加命运赌场吧。这怎么行？怎么能让他卷进来？不，再不获得积分，哥哥就要撑不下去了。为了哥哥，请让我也参加这个命运赌场吧，求求你们了。金蝉命运赌场在我们这里可是万众瞩目的项目，每次开赌局，我们金蝉可以赚个盆满钵满。所以这就是你这么热心让我们参加的原因吗？没错。各位，欢迎来到命运场所。这就是我们金蝉工会在4大工会中立足的根本，98级首领千幻金蝉大人。98级的首领，要是发飙的话，这里所有的玩家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吧？千幻大人只喜欢和金钱有关的东西，而且我们会长和千幻大人订立了契约，绝不会伤害玩家。哟，你小子果然有胆量！准备好了吗？你的人生即将到此为止了！请双方在比赛前禁止嘴炮。下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游戏规则。进入游戏后，两边各随机选取1名玩家作为进入上方转盘的博弈者。博弈者每次可使用100积分挥动轮盘抽取奖励，若对抽取奖励不满意，可以重新抽取，但每次所需的积分翻倍，而获得的奖励会由下方同伴得到，用于进行战斗。下方同伴则需要对对方2只蟾蜍图腾展开攻防，先摧毁的一方视为战败，最终战败一方将会一无所有。进入游戏后，除非一方图腾被摧毁，否则无法结束游戏。双方都确认好了吗？青武，这场赌上性命的恶战本来就与你无关，你真的想清楚了吗？为了哥哥，也为了弥补之前的事情，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你怎么不问问我想没想清楚啊？说什么呢？我们不是过命的交情吗？尽管不清楚秦武的实力，但还是要以我作为博弈者这种情况去设想战局。谢宇哥，灵瑶姐，我有个主意，这个给你。这是鬼面，此战别大意。放心，就凭他们是赢不了我们的。好了，看来双方都准备好了。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各位来到交易都市的玩家们，久违的金蟾蜍赌战再度开启了。这些赌战分别是来自血月的影杀和鬼灭，另一方则是第一次参加赌战的萌新玩家。哦，又有赌战了。老辣的血月，有着未知实力的新玩家，这次你们会支持谁呢？请赶快到金蟾赌场下注哦！什么人？金蟾挑战血月？嘿嘿，我压1000积分血月，我压2000。现在有请千幻金蝉大人为我们开启比赛场地。这就是千幻金蝉创造的幻境战场吗？我和影杀作为博弈者，担心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云瑶、秦武，听到吗？战斗部分就拜托你们了。虽说你运气一直不错，但这个时候要是掉链子，我可不会放过你。看来双方都准备就绪了呢。那么第一轮命运轮盘转起来吧。轮盘中有各种功能不一的物字，大小种类无法一一说明。不过白色为最上级，红色为上等，依次是黄蓝2色。嘿嘿，说到底，这也是靠运气的轮盘抽奖吧。这个我还没输过谁。这是影杀的技能！我操！利用技能位移站位，这样不算作弊吗？红方是红色舞姿爆裂之剑，1个回合内增加50%攻击力。而蓝方真遗憾，竟然是绿色舞姿坚硬的水晶，无法在战斗中起到任何作用。
只能在游戏结束换取10积分作为本钱。运气不好我认了，但引杀这技能不算违规吗？不要灰心嘛，只要双倍积分加注，可以再次推动轮盘重新选择啦。重新选择或许可以翻盘，但相对的积分消耗也更快。第一局还是先观察一下吧。不加。好了，那接下来是战斗场，双方请确认博弈关得到的物资装备。这家伙第1轮就抽中下下签。那么战斗场开始，哪一方会先拿下一血呢？亲我，要上了。我们2人夹击的话，还是有胜算的。我明白了。不愧是影杀，第1轮就抽到了最上等的资源。嘿嘿，小姑娘们，就让你们见识下绝望！技能发动！什么？小丑戏法！我的技能是可以分出一个拥有本体1半实力的分身。你们现在还觉得自己有胜算吗？我们连唯一的人数优势都没了。你们知道吗？在外面杀死你们，获胜玩家得到的积分会大打折扣，但是在这里，只要赢了就可以100%榨干你们的积分。亲我，试试我们商量的那招。好，风卷残云，晕斩，组合力，银蓝。小儿科，什么？血到手，红方轻松拿下1血。胜负已定，请让我好好欣赏你们接下来的挣扎吧。